今天介绍的这款甘甜绵软、椰香四溢的南瓜椰蓉奶油奶酪小面包，在我们家经常是一出炉就被一扫而光。现在准备面团，将等量的高筋面粉和水加速发酵母搅拌均匀，放置在室温里先发酵1小时，然后移至冰箱冷藏低温发酵15小时。面糊会在冰箱里缓慢地进行发酵，这样液种制作的面包面团膨胀力强，可以让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小面包超级的蓬松柔软。这是经过冷藏15小时的液种，面糊上面产生一些大的气泡，这表明液种发酵好了。这个时候可以加入1大勺糖，激发液种的发酵力。为了控糖，我把这个步骤省略了。把容器放置在工作台上，让液种升至室温约30分钟左右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揉面团了。我喜欢用逆式搅拌机揉面，这样省时省力。你也可以手工操作，将液种、高筋面粉倒入搅拌盆里，加入半小勺速发酵母，把酵母和面粉随意地搅拌一下，打入1颗鸡蛋，将黄油融化一下倒入盆里，然后将所有材料揉成面团。面团揉成型后，加一点盐增加筋性，继续揉面，直至盐全部被揉进面团里。这是一个非常松软的面团。在盆里撒些面粉后，将面团放入，发酵至双倍大。在面团发酵的时间里，准备一下南瓜椰蓉奶油奶酪馅料。这个南瓜是初秋的时候闺蜜送的，放了好几个月，一直没顾上吃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南瓜叫金丝丽南瓜，不知道对不对？知道这个南瓜确切名字的朋友，麻烦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这个南瓜不仅长得养眼，而且甘甜又绵密，特别好吃。但是我好像没有在超市看过这种南瓜出售，我很想买些种子自己种一下。今天这个面包，平时我都是用这种特别常见的日本栗子南瓜来做。切一段南瓜，去皮去籽，切成小块后隔水蒸熟。用叉子能够很轻松地插入南瓜就蒸好了。这个南瓜不加任何调味料，直接这样吃都特别香甜。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吃到的最好吃的南瓜，真的是太喜欢了。南瓜滤掉汤汁，倒入搅拌盆里，汤汁直接就当饮料喝了。加入一些椰子油，我选用椰子油来取代黄油。因为是做椰子口味的馅料，所以我选用了椰子奶油。椰子奶油味道浓郁，质地厚实，富含蛋白质、抗氧化剂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可以代替奶油，是医生和营养专家极力推荐的，特别适合减重瘦身人群使用的一种天然奶油。如果你没有椰子奶油，也可以用牛奶取代。再加入1块低脂的奶油奶酪。因为这个南瓜自身已经有了一些甜度，我只加了1点有机红糖增加甜味。我希望馅料有滑顺的口感，所以用到了椰子粉。如果你只有椰丝，可以用搅拌机将椰丝打成椰子粉后再使用。今天我用到的椰子粉和椰丝在 Costco 都有卖。用逆式搅拌机可以非常轻松地快速将所有材料搅拌均匀。现在这个馅料非常湿润，还不能凝固成团，把它们装入保鲜盒，放入冰箱冷冻20分钟。这样可以让馅料里的奶油奶酪和椰子油发挥浓稠剂的作用，让所有食材快速地凝固在一起，保持更多的水分。你看看，冷冻后的馅料比之前凝固性好很多。如果馅料的凝固性不够，可以将它们冷冻长一点时间。我把馅料称了一下，总量有770克。因为我准备做18个小面包，所以将馅料分成18等份备用。大家用的南瓜品种有可能不同，南瓜蒸熟后湿度各异，所以这个馅料的总量也可能存在差异。
但是没有关系，不管你准备包多少个小面包，用馅料的总量除以需要做的小面包的个数，得到等份的馅料就好了。面团发好了，也分成18等份。如果你想省事，今天这个馅料和面团你都可以先揉成长条，切割成等量的大小，但注意要尽量大小一致，这样烘烤的时间才能统一。记得用干净的湿布盖上，防止干燥。由于我们这个面团非常柔软，馅料也特别湿润，所以我将烤盆喷了点油，防止粘黏。现在可以组装了。取一个小面团，用手掌压成面皮，这个面皮非常的柔软有弹性，将馅料包进去后很容易的收好口。记得一定要将封口收紧，不然烘烤的时候馅料有可能溢出来。我用麦芬烤盘固定小面包的形状，你直接用烤盘也行。这6个我做成了长方形的。小面包组装好后盖上湿布，让面包松弛20到30分钟。这个时候可以开始预热烤箱了。在小面包进烤箱之前，准备一个蛋清。将蛋清轻轻地刷到面皮表面，然后撒一些椰丝，325华氏度烤20到23分钟，直至小面包呈现金黄色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椰香扑鼻的南瓜椰蓉奶油奶酪小面包了。趁热吃一个新鲜出炉的小面包，表皮超级松软，馅料香滑细腻，一股中和的椰香和奶香的气味扑鼻而来，一如既往的味道超棒。这个小面包要放入冰箱冷藏保存，3天之内口味最佳。当然在我们家这个小面包肯定留不到3天。在早餐或者下午茶时间，将南瓜椰蓉奶油奶酪小面包搭配热茶、牛奶都会让人爱不释手。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用烤箱烤一下，或者用微波炉盖上盖子加热45秒左右，让小面包里包裹的南瓜椰蓉奶油奶酪馅料恢复到温暖蓬松的状态，这个时候的口感最佳。你试过就知道了。我们下次见。